2.1 新塔池，黄泉、沙金、净流、罗刹即将来袭。让我们把想要角色部外玩的端副带到名上。本期视频将为大家带来2.14位角色强度分析和抽取建议。投币10经验，转发5经验，既可以提升你的等级，也可以让武教做出更好的内容。3点关注武教，后续也能第一时间获取星穹铁道最强攻略。首先是上半新角色5星雷虚无黄泉，2.0皮尔汤尼时代的第一位智商主 C， 同时也是首位主打大招伤害的虚无角色。在设计上，它显著区别于星铁目前的所有角色。首先，黄泉的大招并没有所谓能量条的说法，而是要通过积攒特殊的残闷资源才能进行激活。黄泉的战绩以及任意角色施加的负面效果都可以让它获得残闷，而当集齐9点残闷后，黄泉就能激活大招，并在一段天地失色的华丽动画中连续发动4段斩击，并无视弱点对敌方造成成吨的伤害和渲染效果。看完黄泉这发大招，觉得帅的请把帅打到名上好吧。此外，黄泉大招的前几段虽然常规情况下都会带你伤害，但它却可以自行选择每一段的攻击目标，同时最后一段大招收刀还会造成一次特端的群体伤害。由此不难看出，黄泉既拥有着不俗的群伤输出，还享受到单体的倍率水平，似乎能同时在混沌和虚斗两种环境里进行就业，是真正意义上特单特群的2.0大 C。这就是米家知名女演员的待遇吗？但离谱的还没完，相比大招，黄泉的秘技更是堪称神一般的存在。他的秘技在攻击非精英敌人时，甚至连战斗都不会进入，就能将其直接秒杀，而且奖励还照单全收。换句话说，只要大世界里黄泉秘技点短斗，就能从通天战一路谈到皮尔汤尼，这是能把回合制游戏改成动作游戏的神技啊！这下除大地玩家是真的要狂喜了。目前来看，黄泉虽然持装了全新的角色机制，但实际操作起来仍然比较简单，放任性和稳定性也比较优秀。虽然具体数值方面还有待考证，但黄泉女士这身刀颜值、热兔玉腿，还有帅到屏幕变色大招，只能说牙医伟大，无需多言。这下真的是不得不抽了。所以想在2.1版本更新后立马允许黄泉老婆小伙伴，请投出你们的一吧。然后是下半新5星沙金，作为太傅以来第2位限定存护，沙金可以说是星铁目前进攻性最强的5星生存辅助。和霍尔这种可以兼职同邪的争议奶妈不同，沙金的攻击性在于它的技能组里有着对于生存短而言极为稀有的追击伤害能力，同时它的大招除了能对敌方单体造成大的虚数伤害，还能使其陷入减一状态，使得我方角色对其造成的伤害获得额外提升。可以说，沙金这套自带追击和变相群体增伤的技能组，在适合的环境和体系里完全能无限套娃，就像刷副本的鸡黑组合一样，圈一直转。除了进攻项的能力外，沙金在防守面的表现也并不逊色。它不仅只凭战绩就能为我方全体提供护盾效果，而且这的护盾还可以进行多次叠加。虽然不清楚沙金护盾量的具体数值，但只要不低于杰德太多，有能够让它普通残点的容错通奸，那以沙金技能组带来的团队伤害动线，相比其他生存短，在深渊竞速的场合就有着更大的回撤优势。所以大家觉得沙金的盾对的会厚还是不厚呢？而且目前的限定生存基本上都是人手必备至少2个。其中罗刹虽然相比当时装时的版本，优势区间和使用率都已经大打折扣，但在安全性和舒适度上依然远胜常驻5星和4星生存位。所以只要你还没有凑齐至少2队限定生存，或者有意愿进一步补强追击体系的话，沙金都是一位相当值得入手的优质存护。作为最早落地时装的现武生存辅助，罗刹可以说是星穹铁道胎服初期唯一的真正意义上的人权塔。通前绝后的版本深渊使用率也让不少玩家恨不得把它掰成2个来用，以至于很长一段时间里讨论罗刹何时复特都是一个相当热门的话题。但比较可惜的是，罗刹的辉煌岁月还没有持续太长时间， 1.3 版本时装的浮悬就狠狠地动摇了他的江湖地位，而后续充奶霍火的落地，更是从深渊竞速的角度直接将罗刹一举超越。当然和霍火相比，罗刹虽然进攻能力差了点，但它主要突出一个安逸，顺台血量的机制可以大大减少暴毙的风险，同为灵命的情况下也没有太大的增点压力。如果你追求周回或者自动战的舒适程度，那么罗刹反而是更好的选择。目前来看，灵命罗刹拥有独一档的插队急救和强力的大招群体驱散兜地，能有不错的抽取价值。但作为1.1 版本的老角色，罗刹无论是进攻能力还是命座数值存在着一定的局限性，确实也不建议大家在网上追他的专武和命座了。做一级自拉条、核爆输出、超刀增伤等动优势于一体的冰系毁灭角色，净流伤害极大的同时还可单可群，低耗省点，完全称得上是崩铁 1.0 时代综合能力最强的6边形主 C。但即便强如净流，在最近的2.0 版本开启后，也逐渐开始走起了下坡路。不仅本次混沌回忆中直接轮通了净流优势较大的冰落点赛道，全新的虚斗叙事玩法对于净流这种打3毁灭而言，也显得不那么友好。再加上和新晋人权辅助花火存在一
定的相信问题，没能喝到隐约君那样的大汤。目前劲流在2大赛道上的地位都遭到了大幅挤占，整体的出场率已经远不如 2.0 版本之前，这也让不少当初套劲流胎方的老玩家唏嘘不已。所以你觉得劲流还会有售后吗？不过劲流灵命机制完整，创条件也较为简单，无论是日常深渊还是高难度模拟宇宙，只要环境合适，能拥有着独一档的使用体验。如果你有混沌回忆上下2路主系尚未集齐，亦或者想补充一段冰息解决深渊弱点焦虑，仍然可以考虑抽取劲流。总结一下，俗话说流水的输出，铁蛋的辅助。从目前崩铁现物生存的整体使用率来看，只要你还没有入手他们之中的任意一位，那沙金和罗刹就是近乎于必抽的存在。考虑到两者在进攻性能上的差异，如果你有深渊方面的需求，那沙金的优先级可能会相对更高。黄泉和劲流定位类似，都属于直伤类型的打手，但黄泉在大世界和对群还原中有着巨大的效率优势，方向性更胜一筹。以下是4位角色抽取建议。出一档不必多说，认准自己 XP 吉特，有条件的可以全拿下。所以你都想抽谁呢？感谢大家3点多的支持，我们下期视频再见啦！